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安行晚年，我是王青山。不管你这会儿在干什么，我都想请你先暂时放下手边的事情，跟着我做一个小小的动作，深深的吸一口气。好，就在这个稍微平静下来的瞬间，请你诚实的、不带任何伪装的问自己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最近这2年啊，口袋里这些钱真的像长了翅膀一样，飞走得特别快？以前去趟菜市场，1000块台，感觉1个礼拜的伙食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可现在呢，揣着同样的1000块进去，可能只够买几样最基本的菜。如果你正在点头，心里暗暗说，对呀，我就是这种感觉。那么接下来的内容，请你一定要打起精神，认真听我讲完。我今天要说的是很多顶尖的经济学家最近都在预警的一件事，全球经济的周期性调整。而2026年这个听起来好像还有点远的年份，很可能成为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这或许会是下一场大萧条的开端。听到大萧条这3个字，我知道你心里可能会觉得有点荒谬，但是朋友，经济的运行就像大海的潮汐，有涨就必然有落，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周期规律。今天王青山就想和大家聊一个核心话题，从今天，从现在，从你看完这部影片的这一刻开始，为了应对那可能到来的2026年经济挑战，你到底有哪9种钱是必须死死捂住钱包，绝对不能再像以前那样随心所欲的乱花了。在开始之前，我真心建议你动动手指给这部影片点个赞，订阅一下安行晚年这个频道，再把旁边的小铃铛点开。我要讲的第一种你必须像守护生命线一样守护好，坚决不能再动用的钱，就是所有形式的高利息消费贷款，以及一切为了满足虚荣心、撑起场面而进行的超前消费、透支消费。我知道现在这个消费主义无孔不入的社会，诱惑实在太多了。你的手机就像个24小时不打烊的豪华商场，各种购物 APP、短视频平台，用最精准的算法推送着你可能喜欢的东西，配上分期免息、每日仅需多少元这样极具诱惑力的标语，不断的冲击你的理智防线。你可能心里盘算着，这台新款的平板电脑分12期，1个月才800多块，那个名牌包包分24期，1个月也就1000出头，好像轻轻松松就能负担得起，不买简直对不起自己。但是朋友们，王青山要提醒你，这种感受恰恰是最危险的温水煮青蛙。在经济一片向好，你的工作稳定，收入或许还在逐年增长的时候，你当然会觉得这点每月的小额还款根本不算什么，就像给生活增加了一点甜蜜的负担。可是我们必须把眼光放远，如果2026年经济真的步入寒冬呢？如果你的公司开始裁员、降薪，或者你的收入来源变得不稳定，这些曾经看起来微不足道的每月几百几千块，就会立刻变成一座座压在你胸口的小山。他们不会因为你的困境而消失，反而会准时准点、雷打不动地提醒你该还钱了。到那个时候，这些分散的债务会汇聚成一股让你窒息的洪流，很可能成为压垮你财务和心理防线的最后一根稻草。这里面尤其要警惕的是信用卡的循环利息，还有网络上各种打着低息、灵活旗号的消费贷、现金贷，他们往往用日息5%这样模糊的字眼让你放松警惕，但你只要拿起计算器稍微算一下年化利率，就会发现很多都轻松超过了 15%， 甚至直奔 20% 而去。这是个什么概念？在投资理财的世界里，除了巴菲特这样的传奇人物，极少有人能长期稳定地获得每年 20% 以上的投资回报。你自己辛辛苦苦工作都很难赚到这么高的收益率，那为什么偏偏要让你宝贵的血汗钱以支付利息的形式如此轻松地流进银行和各类借贷公司的口袋呢？这根本就是一笔稳赔不赚的买卖啊！所以我给你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行动建议就是，从今天起拿出你的账单，彻底清理你的债务清单，优先还清那些利率最高的消费贷和信用卡欠款，彻底戒掉先享受后付款的毒瘾，不要再为了追求最新款的电子产品，为了一个彰显身份的名牌 logo， 为了一时面子上的光鲜，去透支你未来可能非常宝贵的现金流和财务弹性。请你一定记住王青山这句话，在未来的几年里，充沛的现金流就是你和你家庭的氧气，没有它，一切关于未来的规划和梦想都可能瞬间崩塌。说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会想了，王青山，我听你的，不乱借钱消费了，但我自己攒的钱总可以花吧？我努力工作，
买点好东西犒劳一下自己，提升一下生活品质，这总没错吧？当然，靠自己能力享受生活无可厚非，但这里就引出了我们需要极度警惕的第二种钱，用来购买那些溢价过高、纯粹为了面子而存在的全新燃油车，尤其是豪华品牌燃油车的钱。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个基本事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私家车在它整个生命周期里都是一个持续不断贬值，同时还需要你持续投入资金的消耗品，它几乎不可能成为一项能给你带来现金流回报的资产。过去我们常开玩笑说新车落地打8折，意思是新车一旦开出 4S 店，价值立刻大幅缩水。而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折扣可能打得更狠，因为全球汽车工业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电动化、智能化革命，各国环保政策也越来越严格，传统燃油车，特别是那些排量大、不节能的车型，其未来的保值率正面临着巨大的结构性的挑战。你现在花大价钱买回去，过几年可能想转手都异常困难，而且卖不上价。在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为了追求有面子、一步到位而背负上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沉重车贷，去买一辆全新的高溢价的燃油车，这绝对不是一个明智的财务决策。我们来算一笔很简单的账，假设你看中了一辆标价100万台币的豪华燃油车，从你喜滋滋的把它开出门的那一刻起，它的市场价值可能瞬间就蒸发掉了10几20万。请你闭上眼睛想一想，这凭空消失的10几20万现金，如果此刻正安安稳稳地躺在你的银行账户里，或者变成了一份低风险的国债，那么在未来经济真的遭遇寒流，你或家人需要应急的时候，这笔钱可能就是你们全家3、4个月甚至半年的基本生活保障啊。那么如果家里确实需要一辆车来解决通勤、接送孩子等实际问题，该怎么办呢？我的建议是放下对全新和豪华品牌的执念。现在本地的二手车市场已经非常成熟规范，有很多车况良好、里程数不高、价格却非常实惠的准新车可供选择。既然聊到了车这个大宗消费，我们不妨顺着思路再来谈谈另一个让无数人热血沸腾却又布满深坑的领域，也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第3种绝对不能乱花的钱，把你用来保命、应急的老本盲目投入到那些你完全看不懂、搞不明白的高风险投机项目中去的钱。王青山要告诉你一个观察到的历史规律，往往在经济大转折、大萧条真正来临之前，市场上会出现一段最后的疯狂。这种情绪在投资心理学上叫做 FOMO， 也就是害怕错过的心理。而我要郑重提醒你，这种害怕错过的心态，恰恰是普通投资者最容易亏大钱、掉进深渊的致命陷阱。如果2026年真的发生比较严重的经济危机，那么全球的资产价格必然会经历一轮惨烈的、彻底的价值重估和洗牌。到那个时候，海水退去，谁在裸泳一目了然。那些纯粹靠讲故事、炒概念，没有任何坚实基本面支撑的资产，其价格很可能会一落千丈，跌得只剩下零头，甚至归零，让投入其中的人血本无归。所以，请你此时此刻就牢牢记住王青山的核心忠告：我们现在这个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守住财富，是确保你和家庭的基本盘稳固，而不是去赌博致富，不是去追逐那些镜花水月般的暴利机会。如果你不是一个全职的、拥有完善交易系统和深厚研究功底的职业交易员，如果你连一家上市公司最基本的财务报表都看不懂，分不清资产负债和现金流，那么我恳求你，请你立刻停下所有冲动的手，把你的钱，尤其是那些准备用来养老、看病、应急的保命钱，老老实实的放在你认知范围之内，你认为最安全、最稳妥的地方。讲到这里，我想稍微停顿一下，问问屏幕前的你，如果你觉得王青山刚才分析的这几点说的有道理，好像点醒了你，或者你自己曾经就在这些方面踩过坑，花过冤枉钱，有过切肤之痛，那么我邀请你在下面的评论区里简单的打一个1，让我知道我的这些分析和提醒并不是孤独的呐喊，而是和很多朋友产生了共鸣，我们是在一起面对和思考这些问题。同时，我也非常欢迎并且感谢你把这部影片转发，分享给你身边那些花钱可能比较大手大脚，或者对财务风险还不够警惕的亲朋好友。有时候，你一个善意的转发，一句这个视频讲得不错，
你看看，或许就能在关键时刻点醒他们，帮他们避开一个未来可能让他们陷入困境的大坑。你的这个举手之劳价值千金。好了，我们调整一下呼吸，继续往下聊。接下来我要说的第4点可能会戳中很多朋友，尤其是我们华人社会朋友内心最根深蒂固的观念，因此你可能一开始会不太爱听，甚至会本能的反驳。但请先别急着关掉视频，听我把道理说完。这第4种需要极度谨慎，甚至要暂时冻结的钱，就是用于超出自身实际承受能力、过度加杠杆的房产升级，或者在当前高利率环境下进行的非自住性房地产投资的钱。我深深的理解，在我们华人的文化基因里，有土司有财的观念是烙在骨子里的。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是成家立业、安定生活的象征，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人生必修课。全球的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长达10几年的由超低利率驱动的超级繁荣周期之后，现在正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高原平台期，甚至在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转头向下的迹象。最关键的变化是，为了对抗通胀，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已经攀升到了过去10几年来的最高水平。在2026年之前的这段充满不确定性的时期，王青山给你最恳切的建议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有房子住，哪怕小一点就一点，但只要基本功能满足，就千万不要再去瞎折腾，不要为了单纯的改善而盲目加杠杆换大房子。如果你还没有买房，正在筹划第1套房，那么请务必把量力而行这4个字刻在心上。请你一定记住王青山这句话，房子首先应该是为你和家人遮风挡雨、提供温暖的家，是让你心安的地方。它绝对不应该成为让你每天睁眼就想到巨额负债、夜不能寐、焦虑万分的噩梦之源。分清主次，你的决策才会理性。除了买房买车这些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大额支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其实还潜伏着许许多多悄无声息却每天都在偷偷吸血的钱包刺客。他们单次金额看起来不大，10块、20块、几十块、几百块，让你觉得无关痛痒，但日积月累下来，一年可能就是一笔让你瞠目结舌的巨款。这就引出了我们要警惕的第5种钱，那些为了满足一时虚荣、盲目跟风、进行攀比炫耀而购买的奢侈品所花的钱。但是王青山今天要很直接地告诉你，这种感觉恰恰是这个时代消费主义为你，也为所有人精心铺设的一个最大、最华丽的陷阱。在经济持续繁荣，人人都对未来充满乐观预期的时期，你花几个月的积蓄买一件心仪的奢侈品，作为对自己努力的奖赏，享受一下拥有美好物品的快乐，这本身无可厚非。王青山想请你重新思考一下，什么才是真正的体面和高级？真正的体面不是你身上背了什么醒目的 logo， 不是你开的车标有多闪亮，而是你银行账户里那个让你安心的数字，是当家人需要时你能毫不犹豫拿出的底气，是面对生活中任何突发风浪时你脸上那份从容不迫的淡定。把原本计划购买奢侈品的这笔不小的预算省下来，用来投资自己的大脑，报名学习一项真正能提升你职场竞争力的硬技能，或者为你的父母、爱人、孩子购买一份更周全、保额更高的健康保险和重疾保险，为他们构筑一道实实在在的风险防火墙。王青山认为，这才是一种更智慧、更长远，也更真正高级的活法。这种高级是内在的、坚实的，别人拿不走的。说到这儿，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特别有共鸣，就是因为控制不住这份想要通过外在物品来证明自己的虚荣心。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还了信用卡，买了想买的东西，就又变成了月光族，甚至月欠族。在经济可能面临下行压力，我们需要为未来储备粮食的时期，王青山强烈建议你必须要学会给自己的生活，也给自己的财务支出做减法。请你立刻、马上抽出10分钟时间，彻底检查你所有支付账户的绑定和自动扣费授权。朋友们，我们已经一口气详细分析了6种需要你立刻警惕并采取行动的不能乱花的钱，从高息债务到溢价新车，从盲目投机到房产杠杆，从奢侈品陷阱到无用订阅。如果你能从今天开始，哪怕只是先实践其中的1、2项，我相信你的个人或家庭财务状况都会在短时间内得到一个非常直观、非常积极的改善。
你的现金流会变得更健康，你的储蓄账户会开始慢慢鼓起来，你晚上睡觉都会更踏实一些。但是王青山知道，改变习惯并不容易，尤其是剩下的这3点，它们更深入地嵌入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模式里。要戒掉它们，可能需要更强的毅力和更清醒的自我认知。第7种，我们需要大力削减甚至避免的花费，是耗费在过度频繁却毫无实质价值的无效社交以及与之相伴的高档餐饮、奢华娱乐上的钱。我完全理解，人是社会性动物，我们都需要朋友，需要人际关系网络，需要在工作之余放松交流。在经济上行期，这种社交或许还能被美其名曰拓展人脉、维护关系，但在经济下行期，每一分钱都异常珍贵的时候，这种无效社交就是一种巨大的、愚蠢的浪费。王青山想告诉你一个朴素的道理：真正的朋友，真正有价值的人际关系，绝不会因为你请不起高档的日料餐厅，喝不起名贵的红酒，就看不起你，疏远你。相反，真正能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谊，往往发生在更轻松、更真实的环境里。约上3、5知己，在热闹的路边摊吃一碗地道的小吃，或者干脆买点菜，在家里亲自下厨，炒几个拿手小菜，开2瓶普通的啤酒，大家围坐在一起聊聊近况，吐槽一下生活，这种氛围反而更温馨、更自在，也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不仅如此，减少外食和高档餐饮，回归家庭厨房，还有一个巨大的附加好处：健康。现在的外卖和许多餐厅，为了追求极致的口味和留住顾客，往往在烹饪过程中放入过量的油、盐、糖和各种调味品。长期摄入这样的食物，对心血管、肝脏、肾脏都是沉重的负担，肥胖、三高等问题会悄悄找上门。现在你去医院看看，治这些慢性病的花费，可能比你过去10年在外吃饭省下来的钱加起来还要多，这根本就是一笔极其不划算的买卖。所以王青山给你的建议是，从现在开始，有意识地精简你的社交圈子，把那些只会消耗你金钱、时间和精力的酒肉朋友、攀比伙伴，慢慢清理出你的核心生活圈，把更多的时间留给家人，留给真正的挚友，留给自己。你会发现，当你开始自己规划食谱，去市场挑选新鲜食材，在厨房里为自己和家人准备一顿健康晚餐时，你获得的不仅仅是被赞美的厨艺和节省的开支，更是一种对生活的掌控感和踏实的幸福感。你的世界会因此变得清静充实，而你的钱包也会在你不知不觉中变得更加饱满。紧跟着第7点，第8种钱，是很多追求潮流、注重生活品质的年轻朋友，甚至是中年朋友都容易掉进去的消费主义陷阱。为了追逐那永远在快速变化的潮流，而频繁更换最新款电子产品和时尚衣物的钱，现在的商业营销已经精明到了极致。手机厂商恨不得每半年就开一次发布会，告诉你新机型的摄像头像素又提升了多少，处理器速度又快了几%，有了什么革命性的新功能。快时尚品牌则每周上新，用海量的款式和低廉的价格刺激你不断购买。他们都在向你灌输同一种焦虑：如果你不拥有最新款，你就落伍了，你就不是个时尚的、懂得生活的人。但王青山想请你用理性思考一下，你真的需要这些最新吗？以手机为例，现在的智能手机性能早已严重过剩，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2、3年前发布的旗舰机型，其处理能力依然足以流畅运行所有主流应用，拍照效果也完全能够满足社交分享的需求。再看快时尚、衣物，它们价格便宜，款式新颖，引诱你不断购买，但它们的质量往往堪忧，面料廉价，剪裁粗糙，洗不了几次就变形、褪色、起球，最终变成一堆你不想再穿，又不好意思送人的时尚垃圾，不仅浪费了你的钱，还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一点都不时尚。我们应该倡导和实践一种更可持续也更智慧的消费观，极简主义或者说精要主义。它的核心不是不消费，而是只消费那些真正必要、真正高质量、能长期使用的物品。你会发现，当你不再被物质的快速迭代所绑架时，你的生活反而会变得更加清晰、从容，也更有一种高级的质感。最后，第9种钱，也是最具有欺骗性、最擅长利用人性弱点的一种，
请你一定要擦亮眼睛，花费在那些承诺快速暴富、轻松逆袭的劣质知识付费课程和各类速成班上的钱。为了让印象更深刻，我们再来快速、清晰地回顾一遍这9大要点。第一，各种高利息的消费贷款和面子消费。第二，溢价过高的全新燃油车。第三，完全不懂的高风险投机。第四，超出承受能力的房产杠杆。第五，炫耀跟风型的奢侈品。第六，无用的订阅服务和沉睡会员卡。第七，无效社交和高档餐饮。第八，追逐潮流的电子产品和快时尚。第九，承诺快速暴富的劣质知识付费课。我们核心的目的不是为了省钱而省钱，我们终极的目标是为了拥有选择权。而且不花上面那9种冤枉钱，绝不等于我们要过一种低品质的痛苦的生活。恰恰相反，它逼迫我们把有限的金钱更精准地花在刀刃上，花在那些真正能提升我们生命质量和幸福感的事情上。如果最终危机没有来，世界一片太平，那太好了。你因此而转下的这一大笔钱不会消失，它们会成为你实现更大梦想的坚实基础。你可以更从容地规划退休生活，你没有任何损失，只有更多的选择和自由。而万一经济风暴真的如一些专家所预警的那样来临了，那么你就是那个在狂风暴雨的夜晚，心中无比踏实、安稳入睡的人。这份安稳是你能给予自己和家人的最宝贵的礼物。最后，我想邀请你在下面的评论区真诚地分享一下，你有什么独特、实用、有效的省钱小妙招、理财好习惯，愿意分享出来，帮助更多和你一样在努力规划未来的朋友。欢迎你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和故事，让我们看到彼此，互相鼓励。请不要忘了点击点赞、订阅安行晚年频道，打开小铃铛。更重要的是，把这部分想给你的亲朋好友。我是王青山，我们下期影片再见。